你睇緊嘅係 Music Theory Daily。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要做齊 SLS， 即係 Subscribe、Like and Share。打開小鈴鐺同埋 follow 翻我哋嘅 IG， 以接收我哋最新嘅樂理知識啊！喺第二集，我哋曾經講過 time signature 拍子記號，佢決定咗一個小節入面到底可以有乜嘢嘅音符組合可以出現。而第三集，我哋亦都介紹咗好多種唔同嘅音符，但係我哋只係好概括咁介紹咗音符佢排行越上，時值越長，而越下就越短。不過就冇好確切咁解釋過佢哋確實嘅時值啦。因為唔同音符佢喺唔同嘅拍子記號上面，佢哋代表嘅時值都係唔一樣，所以我哋必須要先認識唔同嘅拍子記號，我哋先至會知道音符喺唔同拍子記號嘅情況下，佢所代表嘅時值啦。經過呢堂之後，你將會學識如何閱讀拍子記號，同埋音符喺不同拍子記號入面佢哋嘅時值。如果大家唔明白今集嘅內容，可以翻返去 Lesson 3， 建立翻個樂理基礎，或者喺樓下 comment， 我哋將會回答你嘅問題。見到呢一堆好似好多數字嘅拍子記號，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好似好眼花呢？其實拍子記號就有少少似分數啦，上面數字就好似分子，而下面呢就好似分母。其實下面嘅數字佢嘅意思係指以邊一種音符作為一拍嘅單位，而上排嘅數字佢係指一個小節入面到底有幾多拍。例如左手面第一排，我哋見到佢下排嘅數字全部都係4，咁樣代表4分音符係代表一拍。而第二行，我哋見到佢下排數字全部都係2，因此喺呢種情況之下，2分音符就係作為一拍嘅單位。之後嗰行，我哋見到佢全部都係8，咁樣表示佢係8分音符作為一拍嘅單位。右手面似乎亦都係比較少見嘅16，就係指呢度佢係以16分音符作為一拍嘅單位。但係我哋同時會見到有兩個比較特別嘅符號，佢哋一個好似 C 字，另外一個就好似 C 字俾人 cut 開咗一半。左手面呢個叫做 common time， 右手面係 cut time。common time 係4/4嘅意思，而 cut time 就係2/2啦。至於其他，我哋將會深入講解。由於我哋先講解下排數字全部都係4嘅 time signature， 因為佢下排數字係4，因此佢代表4分音符作為一拍，而排行越上嘅音符佢嘅時值越長，所以我哋需要將佢倍大，將每一行嘅音符乘以2，而下面嘅音符我哋需要將佢倍細，每行除以2，咁樣我哋就得知每一行音符嘅時值啦。當 quartet 等於一拍嘅時候，按翻比例計算，1乘以2等於2，因此2分音符 minor， 佢喺呢一種情況就係2拍啦。2乘以2等於4，所以全音符 semi brief， 佢喺呢一種情況佢係4拍。再向下數，由於1除以2等於 0.5， 所以8分音符 quaver 喺呢一種情況佢就係 0.5 拍，而 0.5 再除2等於 0.25， 即係1/4，所以16分音符 semi quaver 佢喺呢一種情況就係1/4拍啦。我哋可以對應翻以上嘅圖表去睇翻以下嘅樂章。以下嘅樂章，我哋可以見到音符其實佢可以隨意組合，只要係組成一個小節內可以包含相符嘅時值就可以啦。我哋可以先聆聽以下嘅樂章。
佢係由小提琴所演奏嘅小星星，相信大家都係非常之耳熟能詳啦。由於呢首歌佢係4拍4，因此4分音符代表1拍，而每一個小節入面有4拍，因此係第1、3個小節，我哋出現咗由4個4分音符所組成嘅音符組合，而喺第2、4個小節，我哋見到有2個4分音符加1個2分音符嘅組合。只要佢哋嘅音符組合嘅總和加埋等於4拍，咁佢就係正確啦。同樣地，喺2拍4嘅拍子，由於4分音符等於1拍，一個小節入面加埋可以有2拍，所以我哋可以見到第1、2、5、6、7小節都係有2個4分音符組成，而第2小節由於2個 quaver，如果佢哋需要連埋一齊寫，就要合體變成咁樣。於是我哋就會見到半拍加半拍再加半拍再加半拍等於2拍。而喺最後，我哋會以時值為2拍嘅2分音符作結。我哋可以先聽下佢哋嘅樂章。以上嘅樂曲佢亦都係小星星，不過佢就係由2拍4嘅拍子所寫成嘅。到咗8分音符為1拍嘅單位嘅時候，音符嘅時值佢又會改變咯。以8分音符開始作為1拍，同樣地向上數我哋需要倍大，而向下數就係倍細啦。因此由8分音符開始，1乘2等於2，所以4分音符喺呢一個情況係2拍。2乘2等於4，因此2分音符喺呢個情況係4拍。4乘2等於8，所以全音符喺呢度就係8拍啦。而向下數，因為1除2係1/2，0.5，所以16分音符喺呢個情況下佢就係0.5拍啦。由於以8分音符為單位嘅樂曲，佢都比較多附點音符，所以容許我亦都花少少時間作一個簡單嘅介紹，等大家可以明白之後嘅樂曲例子。附點音符 dotted note， 佢即係原本一個音符再加多一點，後面一點嘅時值係前面嘅一半。參考返左手面嘅圖表，由於4分音符喺呢一度係2拍，2嘅一半係1，所以呢一個音符嘅時值係3拍。而後面呢一個2分音符再加1點嘅附點音符，由於2分音符喺呢一度嘅時值佢係4，4嘅一半係2，所以呢一個附點音符佢嘅時值係6。關於附點音符嘅教學，我哋將會喺下一集詳細解釋，所以我哋依家可以返嚟呢度先。呢首係一首好著名嘅兒歌，Row Row Row Your Boat， 相信好多人都會聽過，不過我哋都喺度先聽多次啦。喺樂章上面，我哋會聽到喺第1小節，佢有3拍再加3拍，係6拍。第2小節，佢有2拍再加1拍再加3拍，加埋都係6拍。第3小節，佢由2拍加1拍再加2拍再加1拍，都係總和係6拍。第4小節係6拍。第5加第6小節係由6個 quaver 組成嘅，佢都係6拍。第7小節佢有2個 crotchet 加2個 quaver，加埋都係6拍。
而最後一個小節都係6拍。講完8分音符，我哋就到咗2分音符嘅例子啦。同樣地，向上數我哋需要倍大，而向下我哋需要倍細。因此由2分音符開始，1乘2等於2，所以全音符喺呢個情況下佢係2拍。而向下數我哋需要除開佢嘅，例如1除以2等於1/2，所以4分音符喺呢個情況下就係半拍。0.5除2等於0.25，即係1/4，所以 quaver 喺呢度嘅時值係0.25拍。而16分音符 semi-quaver 就係將0.25再除2等於0.125，即係1/8拍。以下我哋會拎一個4拍2嘅樂曲作為例子，因為佢好值得去探討。以呢首樂曲嘅第一小節為例，我哋再次見到附點音符。由於2分音符喺呢度嘅時值係1拍，所以我哋得知呢個音符嘅時值應該係1.5拍。之後我哋再將其餘嘅時值加上，就可以得出呢度加埋有4拍啦。我哋可以先聆聽下呢一首樂曲。呢一個小段落就係來自 Josquin des Prez， 一位文藝復興時期好出名嘅作曲家嘅作品，佢係由 Tanner Recorder 所奏嘅。之後係另外一個關於4拍2嘅例子。由於2拍2 cut time， 佢可以寫成呢一個好似 C 字俾人斬開一半嘅記號，所以兩個 cut time 符號加埋，佢就係4拍2嘅拍子記號啦。例如呢一段好出名嘅樂曲，佢係出自 Schubert 嘅 Impromptu Opus 90 No. 3嘅低音部分，佢就係用咗呢一個拍子記號啦。因為呢首歌佢都比較繁複，所以我哋就係截錄咗低音嘅部分，等大家可以了解。到咗最後，就當然係16分音符作為單位嘅音樂例子啦。同樣地，由16分音符開始，向上嘅音符我哋需要倍大。例如1乘2等於2，所以 quaver 喺呢一種情況，佢係等於2拍。2乘2等於4，所以4分音符就係4拍。4乘2等於8，所以2分音符喺呢度等於8拍。8乘2等於16，所以全音符喺呢度係16拍。呢首係由 Bach 所寫嘅 Prelude and Fugue in B flat major BWV 890，佢就用咗16分音符作為單位，而一個小節佢仲要係有12拍添。喺第一小節嘅低音部分，我哋見到佢係由附點2分音符所組成。睇返上圖，由於2分音符喺呢一度嘅時值係8拍，而後面嘅一點係指前面個音符時值嘅一半，因此呢一粒點代表4拍，8加4等於12拍，啱啱好就 hold 咗整整一個小節啦。而第二個小節，我哋見到附點8分音符，8分音符喺呢一度嘅時值係2，所以呢一點就係解1拍啦。2加1等於3拍，所以當我哋數完前面由16分音符組成嘅拍子之後，加埋呢3拍，就完成咗12拍嘅時長啦。睇咗咁多古典音樂，不如我哋睇下其他類型樂曲嘅例子啦。其實現今有超過90% 嘅流行曲
佢都係以484作為拍子記號嘅單位。因此，如果我哋想演奏或者唱好流行曲，我哋都必須要識得數拍子。而關於數拍子嘅教學，我哋會喺稍後嘅 video 再為大家介紹。而384嘅拍子，我哋見到比較多嘅例子呢，佢會出現喺 waltz 圓舞曲嘅身上。呢首係由當代俄國作曲家 Shostakovich 嘅 Jazz Suite Waltz No. 2，佢係好出名嘅圓舞曲，亦都係我本身都好中意嘅圓舞曲之一。至於6/8嘅拍子，我哋見到比較多嘅例子呢，佢就係出現喺船歌身上啦。船歌佢起源於意大利威尼斯。佢本身係由參貢多拉嘅船夫所唱嘅民歌，所以叫做船歌。後來呢，我哋會喺唔同嘅 opera 都會見到一啲關於船歌嘅歌曲，例如而至於9/8或者12/8嘅歌曲例子都係多不勝數。而喺西方流行樂，例如 R&B、Soul、Indie、Jazz 或者 Blues， 佢哋更加係節奏變化多端，當中佢哋仲有好多 syncopation 節分音添啊！而有好多歌劇、音樂劇或者 contempt 嘅作品呢，亦都係頻繁地不斷咁轉拍子，所以我哋需要了解同埋認清音符喺唔同拍子記號嘅時值係非常之重要㗎。不如我哋依家就去片播放返我哋嘅精華片段，睇下大家聽唔聽得出下列歌曲佢所屬嘅拍子記號啦。不知道你現在好不好？